乔轩呵呵的笑，我以为你和我姐能有点实质性的进展呢。乔董骂着儿子，你自己思想不好，不要把浩宇也当成那样的人。浩宇是正人君子，我和你妈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好的，一见战浩宇就欣赏了，很想把这个孩子拐入他们乔家大门当女婿。没想到战家老夫人很有眼光，早就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相中了他们的女儿。自从知道自家女儿就是战老夫人为战浩宇选定的妻子人选，乔董夫妻俩对战浩宇真的是当成姑爷看待的了，就也觉得老夫人很会搭配。阿涵这孩子话不多，性格严肃，就该配战浩宇这种能说会道的人，免得夫妻俩以后安安静静的。战浩宇能说会道，夫妻俩才有话题。哎，爸，我也是正人君子好不好？乔轩不乐意了。他觉得自己很正人君子的，就反正从来没有占过女孩子的便宜。我不知道你正不正人君子，但是外面的人看你都是把你看成花心萝卜的，别人想与我结亲都是冲着你姐来的。你长得不比你姐差，各方面也很不错啊，就是没人冲着你来的。真正心疼女儿的人，谁稀罕你乔家二少爷的身份啊？就你那么多的红颜知己啊，整天身边围绕着那么多的莺莺燕燕，什么货色都有，哪家敢把女儿嫁给你？乔董把儿子训了一顿，乔太太也说儿子，你若有喜欢的，就定下来，不要再游戏花丛了，坏了名声，以后都不好娶老婆。还有，不要红一个女星，你就去追星，就和人家来往密切，闹出绯闻来。你又说是红颜知己，男女之间就那点事，你以为你说是红颜知己，人家信你？讨不到老婆也是你活该啊！乔轩，我真的是把他们当成红颜知己的呀。他的红颜知己各有特色，各有所长，他欣赏他们，但不涉及男女之情的。他虽说红颜知己一大堆，但与他们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绝对不会勾肩搭背、搂搂抱抱的。你说谁信你？你出去打听打听，你乔二少爷是什么名声？花心萝卜，见一个爱一个了。想起了姐姐老是想撮合他和凤晴，结果凤晴看不上他，就是嫌他花心。他真的不花心，对那些红颜知己都是纯友谊。至于别人有没有当他们是纯友谊，他管不着。不过一旦发觉有人肖想他，想着更进一步发展，他就会疏远那个人。久而久之，红颜知己们都知道了，与乔二少只能成为单纯的朋友，别想上位成为乔二少奶奶，那这个看似花心的乔二少可不好拿下。战浩宇笑道，乔轩，清者自清，等你遇到一个明知道你那么多红颜知己，还是对你死心塌地的女孩子，就要珍惜了，因为她是真的爱惨了你。我真的浑身是嘴也说不清。乔轩苦笑着，端起自己面前的那杯水一饮而尽啊，就一副他被冤枉的有多惨的样子。我也休息去了啊，郁闷。乔二少爷放下水杯，起身走了呢。乔董说道，说他几句还不承认，不乐意了。战浩宇看看时间，对梁老说道，乔叔，阿姨，很晚了，你们也去休息吧，这里我收拾一下就行。浩宇，客房给你收拾好的了，你等会儿自己回房休息，晚安。乔董跟准女婿说了声就和妻子一起回屋里去。战浩宇美滋滋的，他收拾了一下院子的那张石桌子啊，就美滋滋的进屋啊。乔涵在窗前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虽然不知道父母弟弟和战浩宇说了什么，估计还是与他有关的，就一家人都在想尽办法帮着战浩宇拿下他。他才28岁，真到了这非要嫁人的年纪啊。段家别墅门口，几辆车子停在别墅门口，不敢按响车喇叭，怕被别墅里的段太太知道啊。那车上的段芊芊晚上自己的包就要下车，芊芊，那个被他请来假扮站印与他拍亲密照的男人，忍不住自背后搂抱住他的腰肢，
芊芊，再陪陪我好吗？对方跟段芊芊相处了一段时间，虽然知道段芊芊只是把他当成替身的，这些豪车、保镖都是段芊芊租来给他充门面的，他身上的西装服倒是段芊芊送给他的。每次看到他一身西装革履时，段芊芊看他的眼神都是热烈的，但他知道他是通过他看另外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是谁，他到现在也不知道。花钱请他来接近段芊芊的人也没有告诉他，那他到底像谁？段祺的目的就是让段芊芊的所作所为惹怒二叔，离间二叔的父女感情，这样他就有机会接管段氏集团，成为段氏的当家人。他并不想得罪战印，如果让这个替身知道他的身形有点像战印，又知道战印的身份，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假扮战印，做出坑蒙拐骗的事情来。所以段祺那里是守口如瓶，那段芊芊自然也想到这一点。放手，你过界了！段芊芊冷冷地呵斥着。芊芊，我长得不好看吗？替身跟着段芊芊过了一段有钱人的日子，段芊芊带他出入的都是高级场所，就他喜欢这样的日子，他想和段芊芊假戏真做啊。要是能成为段芊芊真正的男人，哪怕是被他包养，得到的好处也不会少的。他不想再回去送外卖了。段芊芊搬开他搂着自己腰肢的手，扭身捏了捏他的俊脸。这个男人帅，还是很帅的那种，送外卖太可惜了，他去当个偶像明星都可以，但他再帅，在他眼里都不如战印，让他假扮战印也只是身形像。他与他拍照从来不拍他的正面照，一拍正面照就不像了。段芊芊分得很清楚的，不会因为与他拍了这么多的亲密照就迷恋上他。今晚看你在第一次犯错，饶了你，再有下次把你的手剁下来喂狗。想要钱，乖乖听我的安排。说完，段芊芊下了车，头也不回地走到自家门前，就掏出钥匙开了别墅的大门进去了。他一进去，那几辆车的司机很快就开车离去。段芊芊进屋，看到父亲铁青着脸坐在沙发上，他顿住了脚步，站在那里做什么呀？还不过来！段总厉声呵斥着。段芊芊眼见避无可避了，堆起了笑脸，边走向父亲边问道：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也不提前说一声。段总不是现在才回来的，他在收到战印的投诉后就回来了，不过他没有回家，而是在暗中跟着女儿，确定了女儿的确适合一个身形很像战印的男人在一起，眼见为实了，他今晚才回家。段总没有说话。段芊芊看向坐在一旁欲言又止的母亲，段太太冲女儿眨眨眼，又看看丈夫，用眼神告诉女儿丈夫很生气。段芊芊想到自己是让假战印送她回来的，难不成被父母看到了？她下车进来的时候，并没有看到父母站在屋门口呀。那父亲生什么气？爸！段芊芊走到父母的跟前，那段太太往旁边挪了挪，让个位置给女儿。爸，你怎么了？脸色那么难看，谁惹你生气了？告诉我，我替你出气去。段芊芊挨着父亲坐下，挽着的包都还没有放下，就先去挽住了父亲的手臂，撒着娇：爸，你这次出差时间太久了，我和妈都很想你。你出差回来也累了吧？早点休息，明天一早我起来给你们准备早餐。段总偏头瞪着女儿，严肃地问：你今天一整天都去了哪里？忙公司的事呀，爸不在公司里，我天天都忙得像拉磨的驴，累死了。段太太咳了几声，提醒女儿啊，今天是周末。女儿没有上班的。段总看向太太，段太太连忙端起她刚才给丈夫倒来的那杯温开水就喝了一口，说道：我可能想感冒了，有点咳，你喝的那杯水是我的。段太太啊了一声，随即讪讪的笑：咱们是夫妻，
我偶尔用一用你的水杯，你不介意吧？段总瞪了太太一眼，你少在这里给女儿暗示这暗示那了，她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爸，我错在哪里？我做错什么了？段芊芊心里有底了，面上不认，摆出一脸无辜的样子。段总问他，你花钱请了一个身形和战少很像的男人陪着你，你要把他当成战少的替身。爸可以理解，那个男人的身形是很像战少，但你和那个男人拍了亲密照，寄给战家大少奶奶是什么意思？挑衅？哎，离间人家夫妻关系。段芊芊，爸跟你说过的，战少是有老婆的人，他结婚1年了，现在还有谁不知道战少已婚的？你在初次见战少就撩他，后来又去找战大少奶奶，怎么你要公开当小三？你不要脸，我和你妈还要脸呢。天下的男人死光了，你非要去抢别人的老公。段总是真的被这个女儿气死。他花费了20几年的心血，培养唯一的孩子，想让他成为段氏集团的接班人，他也一直让自己很满意。谁知道在见到战印后，女儿就开始让他失望了。老段，你说芊芊做什么了？她当别人婚姻里的小三。段太太一直不知道这件事。段芊芊找了个男人办战印，段太太也不知情，段芊芊都瞒着母亲。毕竟她身边的那个男人只是个替身，她真正想要的人是战印。给海童寄了那些相片后，也没有收到什么风声。段芊芊认为是相片不够劲爆，想着下次拍了亲密照就 P 成艳照，再寄给海童。要是海童还是选择相信战印，无动于衷的话，他就打算不小心的让相片流落到狗仔队手里去。相片一旦落到狗仔队手里，绝对会登上管城的热搜。妈，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爸，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父亲知道他身边的男人是替身，也知道他寄相片给海童，是谁在父亲面前告状的呀？这父亲呢，出差在国外，本来说要年前才能回来的，现在还没有到10月就提前回来了，是为了他这件事，是不是段琪告诉爸的？爸，他是想离间咱们父女俩的关系，想让爸将我赶出段氏集团。他好上位，你千万别被他骗了。他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。段芊芊并不笨，马上就猜到了段琪身上。少扯到段琪身上，他没在爸面前说过你半句坏话，是你做出来的好事情。人家战印直接将你寄给海童的相片，哎呀，拍下来发给我，像我告你的状，让我管好你。段总骂着女儿，你自己心思不正，总想着赶段琪出公司，就把段琪也看成和你一样的人。你就那么喜欢当小三啊？人家战印有老婆啊，人家夫妻俩恩恩爱爱的，有你什么事啊？你以为你是段家千金就很了不起，就要所有男人都围着你打转？我的老脸都被你丢尽了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种不要脸的女儿？段芊芊，爸，我没有寄相片给海童，你还不承认？苏总都调查清楚了，战印身边都有什么人？你不知道，在他面前玩阴招啊？你以为你玩得过？你以为你能瞒得过他？就你那几张相片，就能破坏战印和海童的婚姻了？段芊芊，我告诉你吧，真爱是抢不走的。战印和海童是真心相爱，不管你们做再多，也无济于事，只会让人家夫妻俩感情更加的深。那些相片只敢露一点侧脸，不敢有替身的正面照，一露正面照就穿帮，因为替身和战印长得一点都不像。海童与战印这一路走来，经历过风雨，夫妻俩相互信任，看不到正面照的相片，就想拆散海童的战印。段总都不知道该不该笑女儿太天真。我也不是今晚才回来，我早就回来了，没回家，那是在暗处看着你的一举一动。你和那个替身私底下做什么？爸都亲眼所见，战印没有冤枉你，爸也没有冤枉你，
到了这个时候，段芊芊知道自己做的那点事是完全瞒不住的了，她也就不再否认，承认地道：爸，我就是喜欢战印，就想嫁他，他有老婆，把他老婆赶走便是。我就不信海童能一直相信战印，等我找到与战印有几分相似的男人了。啪！段总忍无可忍，站起来，猛地一巴掌甩到段芊芊的脸上去。段芊芊捂住被打的脸，不敢置信地看着父亲。哦，父亲打他，他是父母唯一的孩子，打小就被父母捧在手心里。虽说为了培养他成才，父亲对他很是严厉，但从来没有打过他。现在呢，父亲因为他喜欢一个男人，就打他耳光。段芊芊委屈的泪水涌了出来。段太太回过神来，顿时心疼地站起来，边去拉开女儿捂脸的手，边说着：“丈夫，你好好说不行，非要动手打芊芊。现在我是打你，不能把你打醒的话，你以后就不要再进段氏集团。我不会把段氏集团交给一个会为公司带来灭顶之灾的人手里，哪怕这个人是我唯一的孩子。段芊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死了那条心。战印连正眼都瞧不上你，你那么不要脸，自甘下贱要去当小三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，就当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你这个女儿。我的女儿必须行得正，坐得正，三观正。像你这样打着追求真爱的旗号，实际上是去破坏别人婚姻的。三观有问题，不是我女儿。我家大业大，若是女儿不可靠，我可以留给我段家的子孙。我侄儿女一大堆，外甥一大堆，总有人能接管段氏集团。我不是非你当继承人不可。你那个替身，你趁早把他赶走。若是让我知道你还和他一起亲亲热热的拍什么相片寄给詹大少奶奶，我会冻结你的银行卡，明天回公司就把你开除。段总冷冷的道：我说得出做得到，你不相信的话，尽管可以试试，看我会不会把你赶出段氏集团，看我会不会把段氏集团交给段琦。说完，段总抬脚就走，不是上楼，而是往屋外走去。老段，你去哪里啊？段太太被丈夫的话吓到，她没想到丈夫气成这般，竟然要和女儿断绝父女关系，冻链女儿的银行卡，还要把女儿赶出公司，把公司交给他的侄儿啊！就这是要让他的女儿一无所有呀！段总没有回答妻子啊，他不想在家里住，是不想听妻子替女儿求情，不想听妻子的哭诉，他花费半生的心血，才让段氏集团有了如今的地位、财富，他不能让女儿毁了段氏集团。若是女儿没错，他不会气成这般。是女儿错了，他早就提醒过女儿，也警告过她不要去招惹战印夫妻俩。女儿不听，趁他出差，竟然还在行使着破坏别人婚姻的事情。就算战印没有告状，他知道了也不能让女儿这样下去。他的女儿怎能去当小三？天底下的男人又没有死光了呀，何必吊死在战印这棵树上？老段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还要出去？段太太追出屋来，就段总在上车之前呢，留下一句话给妻子：好好劝劝你的女儿，她是想继续当小三，背负一辈子的骂名，还是保留现状？她想清想楚了再跟我说，没想清楚，没做好决定，不要联系我，我就当没有这个女儿了。段总让司机开车，就很快啊，他就离开了自己的家。段太太无奈地回屋里去，看到女儿坐在沙发上默默流泪，她又是心疼，走过去就用手指戳着女儿的头，骂道：芊芊，从小爸妈是怎么教你的？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管城的战少是吧？那是个很优秀的男人，但再优秀，人家有妻子了。你去追求他，给他妻子寄些乱七八糟的相片，就是在破坏别人的婚姻，也是被人骂的小三。芊芊，你是个很优秀的女孩子，在我们这里
你这样的条件，没有几个人能比得过你的。妈也知道你心高气傲，一般的男人你还看不上。若是战少单身，你追求他，我和你爸举双手，双脚赞成。可是他结婚了，你就不要再想着，赶紧死了那条心。妈和你爸一辈子恩恩爱爱的，最看不惯的就是小三了。妈可不希望你去当小三。你若是站在原配妻子的角度来看，你怎么看待小三呢？是不是恨死小三？你想让自己成为你憎恨的人吗？段芊芊哭道：妈，我就是喜欢战印，怎么办？我一见他就迷上了。你不要去想他，再也不想，时间长了就会忘记他。芊芊，听爸妈的话，咱们堂堂正正做人，不做那见不得光的阴沟老鼠。你爸的脾气你也知道，你若是执迷不悟，我们家里的所有财产，那你爸还真有可能都给了他的那些侄儿。段氏集团是咱们家的公司，那真给了段琦他们，你愿意？芊芊，男人不是稀有品种，不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男人失去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。其实咱们这里也有很多优秀的男人，他们并不比战少差的。段太太苦口婆心地劝着女儿，不要再肖想着不属于她的男人。你爸刚才也说了，战少连正眼都不看你，在他的眼里，他的太太才是最好的。妈虽然不了解他，却也听说过他夫妻俩的很多故事。他那样的男人专情，爱上一个人就是一生一世，别人想再挤进去是白费劲。那你为了一个连正眼都不会看你的男人，失去你现在拥有的一切，你觉得值吗？段芊芊的泪水落得更凶了。她是心高气傲，因为独生女的缘故，因为父母将她当成段氏的接班人，所以她高傲，一般的男人她都瞧不上。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却是别人的丈夫，放弃吧，就她难受；不放弃，她将一无所有。而且她一无所有之后，依旧得不到那个男人，她就等于是人财两空，得不偿失。主要是你失去了一切，也得不到那个男人。芊芊，不值得呀，真的不值得。段太太抽来纸巾，自己拭了拭泪，又抽几张纸巾递给女儿，说道：你爸说了，你什么时候想清想楚了，再联系他，想不清楚就不要再回公司上班。该说的妈都跟你说了，你自己好好考虑。实话说，刚听到你要当小三的时候，妈的心呀就像被刀扎了一样痛，又透心凉。这是我和你爸教育的失败啊，是我们没有把你教好，没有教出三观完全正确的你，让你走上歪路。妈也自责啊，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段芊芊又不笨，在父亲冷血地让他选择时，他肯定不会选择战印的，就他不能失去他现在拥有的一切。战印呢，终究是他生命里匆匆的过客，他想留再也留不住的过客。段太太叹口气，爸妈不想要你口头上的认错，我们要看到你用行动来证明一切。芊芊，希望你不要再让爸妈失望。妈上楼去了，你自己静一静，好好的想一想。说完，段太太上楼去了，留下段芊芊坐在沙发上，时不时就伤心落泪，时不时又愤恨不已。段太太了解女儿一时半会，女儿是很难真正走出来，给女儿一点时间考虑。若是始终不愿意放弃战印，那她也救不了女儿。段家的风波，海童不知道啊，他相信事情交给战印去处理，战印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的。在悠悠山庄度过了周末吧，周一又是新一周的开始。那回到市区里，该上班的上班，上幼儿园的上幼儿园吧。海林还记着大姨说的话，从悠悠山庄回来，他就将两家店的事情都安排妥当。洋洋则是托付给妹妹，之后就他跟着商太太一起去了江城。由于月底啊，战印夫妻俩要去风尘山庄参加君言兄妹俩的百日宴，那海玲也只能去1个星期。
那一个星期结束，他和商太太就从江城回来了。海玲没有跟着商太太回商家，她知道儿子在妹妹的书店里，直接去了书店。夕阳西下，晚霞红似火啊。这个时候书店挺忙的，那海玲进去看到妹妹和小军像往常那样，一个给学生们拿这样那样，一个在收钱。洋洋拿着一本儿童读物，坐在一旁安安静静地翻阅他的书，小书包也放在他的身边，就时不时会有学生逗一逗他。哎呀，长得这么可爱的娃娃，谁看了不想逗一下？彤彤，海玲叫了妹妹一声，姐，你回来了呀。海彤看到姐姐进来，惊喜地叫了一声，随即叫着外甥，洋洋，你看妈妈回来了。洋洋抬头看到妈妈，把手里的书一扔，站起来飞扑进妈妈的怀抱。妈妈，你回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海玲抱起儿子，在儿子的小脸上猛亲几下，笑道，妈妈也很想洋洋。妈妈不在家的时候，洋洋听话吗？洋洋点头，我听话，姨丈都夸我是个好孩子。妈妈不在家，他都不敢赖床。每天早上是姨丈叫他起床，姨丈一叫他，他就赶紧爬起来了。妈妈说过的，姨丈的时间很宝贵，不能浪费。他怕自己赖床不起，浪费了姨丈的宝贵时间。姐，你吃过饭了吗？还没有。等会儿我们一起去吃饭，我请客。海玲笑，好。沈小军走过来，笑道，海玲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洋洋天天都要念叨，我和彤彤听他的念叨，听到耳朵都起茧了。那洋洋很自然的道，我就是想妈妈。想妈妈还不能念叨着妈妈回来吗？就沈小军笑着轻捏一下他的脸。店里还忙着呢，三人没怎么聊。等到学生上晚自习了，学校门口恢复了平静。海彤给姐姐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问道，大姨回家了？大姨叫我跟她过去吃饭。我想洋洋了，没去啊。海彤想说什么的，却忍不住打了个呵欠。洋洋看到小姨又打呵欠，对妈妈说道，小姨很快，每天晚上我睡着了，小姨都还没睡，然后经常打呵欠。海玲关心地道，彤彤，你要注意身体，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。姐，我会注意的，就是最近睡眠质量不是很好，白天才会老想打瞌睡，中午都不敢午休，一躺下就想睡个地老天荒的。沈小军接过话来，都说了，书店有我看着，你不用分心，又怕我会累着啊，我哪有那么娇贵呢？在家里被苏南一家子当成国宝，什么都不让我做，我自己倒杯水喝，他们都还怕我烫着，只有来了店里，我才能喘口气。况且苏南也安排了人帮我，我也就是偶尔过来看看。你怀着身孕，我也担心吗？海彤被关心着，同样的，她也关心着好友。海玲看着沈小军的肚子，笑道，现在能看出你是个孕妇了呀。沈小军也低头看自己的肚子，能看出来了吗？我自己还没感觉，也就觉得自己略圆润了一点。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个孕妇，再过2个月，你的肚子就隆起来了，再过一段时间啊，肚子就像塞了个西瓜一样了。沈小军笑，好想宝宝快点长大，早点卸货，怀个身孕，这不许，那不准的感觉没点自由。等你卸了货，你又恨不得把它塞回肚子里去，带娃更辛苦，特别是头3个月，睡都睡不好。照顾过姐姐坐月子的海彤，对此是深有体会的。聊到孩子的话题时，不论是海玲还是沈小军，都很识趣的没有问及海彤是否有动静了。他们都是海彤最信任、最亲近的人。若是海彤有了动静，那肯定是第一时间告诉他们的。那他们慢慢等着便是。姐姐回来了，海彤打电话给丈夫，大家一起去管城大酒店吃饭。饭后，洋洋跟着妈妈回家。
海童夫妻俩则是回山顶别墅，车行了不到10分钟，战印说着话，就得不到妻子的回应了。他偏头看向娇妻，发现海童靠着车椅背睡着了。战印，这么困，上车都没有10分钟，前1分钟还和我说着话，下1分钟就跟周公走了呀。他问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阿七。大少奶奶一整天都在忙，没有休息啊。阿七赶紧答道，大少奶奶是忙了一整天，不过只要有闲的时间，大少奶奶都在打盹。战印蹙眉，认为爱妻是累坏了，不能让她这样拼命了，像个拼命三娘似的。他战印的老婆不需要那么拼命赚钱，他赚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。他脱下西装外套，将外套披盖在海童的身上。那海童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隔天清晨。他睁开眼看到自己躺在床上，有点糊涂。他不是在车上吗？他睡了多久？偏头啊，看到身边熟睡的男人，他便侧了个身，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战印。这看着看着，忍不住伸手去摸他的脸。这个优秀的男人是他的。这样的想法让海童心里甜丝丝的，本想凑近前去亲亲他的脸，战印却睁开了眼睛，看到他凑过来，猜到他想做什么，他又闭上眼睛。海童低笑，醒了。没醒，做梦呢，梦到我老婆想亲我，我等她亲完了，我再醒来。海童扑哧的笑，都说话了，还说没醒。我说梦话，老夫老妻了。亲吻对他们俩来说，那是日常最喜欢做的事情。海童也不害羞，翻身就负压在他的身上，俯下身去，在他的唇上亲了亲。他一手按压住他的头，想加深这个吻，他却移开了唇，然后在他的脸上印下几个细碎的吻。可以醒了。战印睁开眼，不是很满足，他也戳了戳海童的红唇，说道，早知道你要亲我，我就再多睡会儿，等你扒光我了，我再醒来。海童从他身上翻落下来，伸手轻捏一下他的脸，你睡着了，我才不会扒你的衣服，不像你，人家睡着了都。战印把他搂入怀里，低低的笑，我也就偶尔一次而已。现在几点了呀？我睡了多久啊？战印拿过了手机看了看时间，这说到还早，不到7点，外面天色大亮了。这个月份清晨6点多已经天大亮很正常，再过1-2个月就是日短夜长了。最近你不要跑来跑去的，多点时间休息。连洋洋这么小都会说你老是犯困，那是你没有休息好，睡眠时间减少了。昨晚回来的时候，在车上跟我说了几分钟的话，你就梦周公去了呀。到家后我抱你下车，你也没有反应，睡得沉。以往我只要抱起你，你就会醒来。昨晚把你放回床上躺着，你都还在睡，可见你累得慌，就也是困得厉害。海童俏皮的吐吐舌头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眼皮重，想睡，想着就眯眯眼睛，谁知道睡得那么快。平时太忙，休息时间不够，也是真的，我都有黑眼圈了，可不是吗？看到我都心疼死了。彤彤，你现在已经很厉害的了，你们3人创办的蔬菜瓜果公司已经步入正轨，工人、运量车也是越来越多，菜场的销路也不用愁。你们现在连临市的单子都拿下了不少，我们家那些小生意，我妈还在管着的，你不要一下子从我妈手里领过来，那样我妈在家里闲得无聊，你就学习学习可以了，留给我妈再管几年。咱们夫妻俩的那些生意，我也有职业经理人打理着的，你只要知道我们有多少生意就行，不用事事都亲力亲为。看你累着，我心疼得很。娶了个自立自强的妻子是好事，但是看到老婆为了能配得上他，拼命往上爬，付出那么多，战印心疼的宁愿他没志气。
就安心的在家里当个大少奶奶。可惜，海彤永远不可能当个全职少奶奶。她姐姐失败的婚姻让她坚定地认为，女人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，必须要有一份工作，保持着经济独立。哪怕她很好，她的钱多的几辈子也花不完，她依旧坚持着自己赚钱自己花。她说，花着自己赚的钱特别爽，没有心理负担。她的财产都交给她，可她很少花她的钱。我没事，年轻着呢，身体好，精力充沛，昨晚那么早就睡着了，我现在就觉得精神特别好。说着，海彤坐起来，笑道，我好像很长时间没有给你准备过爱心早餐了，今天醒来的早，我去给你准备爱心早餐啊。战役也笑，我忽然怀念起咱们刚领证那段时间过的普通夫妻生活。你每天早上起来，要不自己煲粥煮面条，要不就去外面打包肠粉。我那时候第一次吃你打包回来的肠粉，我也怀念。要不今晚咱们就回明苑花园住一段时间，你决定就行。战印宠溺地道，他们家他说了算。我先去洗个澡，一会儿就下楼去给你做早餐。战印说了句，现在厨房都在准备早餐了。周末吧，周末咱们都休息，你再给我做爱心早餐。周末刚过，又得过几天才到周末。不是，过2天咱们得去 A 市了，提前过去住2天，我想妍妍了。战印想了想，说道，那好吧。海彤这才去洗澡。等她从浴室里出来后，她家男人已经换好了衣服，坐在梳妆台前等着她。看到她连头发都洗了，他马上去拿吹风机，说他大清早的，你怎么洗头了？洗澡的时候不小心弄湿了头发，干脆就连头发一起洗。战印上前拉他坐到梳妆台前，他给他吹头发，他则是通过镜子看着他。战印，外面的人要是看到你亲自动手帮我吹头发，会不会很惊讶？你在他们的眼里那是高高在上的战少。战印笑了笑，说道，管别人怎么想，我做我想做的事，只要我开心，你开心就行，在别人眼里如何评价我，我不在乎，只要在你眼里，我是个合格的丈夫就行。他的大男人主义在他面前摆不出来。还记得刚结婚那会儿，他总是以他自己为中心，老想着海彤臣服于他。夫妻俩容易闹矛盾、冷战，到最后他没有改变海彤，反而是海彤改变了他。合格，你不仅合格，你还很优秀，你是模范丈夫。战印笑，得到他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。夫妻俩在房里磨蹭了好一会儿才下楼，用过了早餐，在院子里散散步，呼吸清新的空气。临近8点，夫妻俩又一起出门。战印先送海彤去蔬菜瓜果公司，然后他才回战氏集团。忙碌的一天拉开了序幕。